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老汉盖房，地基下却挖出黑棺。乞丐说：“厚葬黑棺。”柳庄位于黄河以北，紧紧挨着蒙启山。听村中老辈人说，因为村里村外皆是柳树，故而得名柳庄。柳庄历经过3个朝代，历史久远，如今村中的人口已成规模。柳庄住户约有100来家，在当地来说算得上大庄。村中有一位老汉，名唤蔡高。蔡老汉乃一介莽夫，因为柳庄紧靠蒙启山，年轻时蔡老汉做过猎户，后来做起了屠夫。凭着一身蛮力，蔡老汉奋斗了半生。可悲的是他时运不济，虽然已经年过50，但依旧一贫如洗，未能发家。直到南唐中主李璟驾崩，后主李煜登基即位，蔡老汉才迎来了转机。有一年，蔡老汉去金陵城探亲，因为性子直爽，身怀侠义之气，无意间他结识了一位富商。那富商姓郑名宽，做着玉石生意。那日，郑宽到金陵城谈生意，完事离开金陵城时，口袋里的银子被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偷走了。而偷盗一幕恰巧被蔡老汉撞见，蔡老汉二话不说，撸起袖子就冲了过去，一把揪住乞丐的脖领子，银子拿出来。蔡老汉的话引起了郑宽的注意，他下意识摸了摸口袋，这才发现随身携带的银子没了。你这人真是无理取闹，你哪里看见我偷拿银子了？话音刚落，蔡老汉的拳头已经打到乞丐的右眼之上。哎呦，你怎么打人啊？是不是你拿的？你给不给？乞丐捂着右眼，没有说话。蔡老汉没说话，刹那间拳头又起，打在乞丐的左眼之上。疼吗？疼。给不给钱？好汉饶命，钱都在这里，给你。说着，乞丐将银子递给蔡老汉，捂着眼睛逃跑了。银子被人偷了，居然还不知晓，真有你的！蔡老汉边说边将银子递给郑宽。郑宽先是一愣，随后喜笑颜开，拱手说道：“多谢老兄仗义出手，如不嫌弃，可否随我到酒楼喝些酒水？”蔡老汉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不客气了。”郑宽十分高兴，带着蔡老汉去了醉仙阁。二人双双落座，郑宽先是客气了几句，后觉察出蔡老汉乃是个正直侠义之人。郑宽端起酒杯，接连敬酒，以表谢意。二人觥筹交错，直到酒席快要散了，蔡老汉才知道眼前这位居然是个阔气的金主。之前言语有些粗鲁，兄弟莫要嗔怪我。蔡兄乃侠义之人，能结交蔡兄，是我郑某人的荣幸。我这里有50两白银，蔡兄先行拿去。若是不够，再去杭州城找我，我必倾囊相助。说着，郑宽从怀中拿出白银，塞给了蔡老汉。兄弟，你休煞我也。蔡老汉不接这些银子，他行侠仗义可不是为了钱财。蔡兄，此乃我的一点心意，即日你若是不拿，就瞧不起我郑某人。这以后有事，大可来找我。蔡兄是污泥之中不可多得的一朵白莲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郑宽已将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蔡老汉若是再推脱，怕是瞧不起郑宽了。好，那就多谢郑兄弟了。蔡老汉起身，朝着郑宽拱了拱手。酒席散去，二人互留住址，分道扬镳了。再说蔡老汉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进宽敞明亮的大房子，可奈何手里没银子。奋斗半生，积攒了些银子，全都给儿子结婚盖婚房用了。他和老伴依旧住在祖上留下来的2间破房子里。冬天冷，夏天热，更可气的是，每逢下雨天气，这2间老房子处处漏雨，
真的是每逢雷雨时，屋内屋外雨潺潺啊。不过蔡老汉此次的金陵城一行，凭着侠义之气，勇斗偷盗者，深得富商青睐，也让他有了意外收获，真的是天怜侠义之士啊。有一天晚上，蔡老汉掂量着那50两银子，朝着老伴黄氏说道：“老婆子，你想不想住大房子？我跟了你多半辈子，连个遮风挡雨的住所都没有，你说我想不想？嘿嘿，你我是糟糠夫妻，承蒙你这些年来的不嫌不弃，过几日我就找人来盖新房，让你享享清福。那感情好，哎，这些年来虽说跟着你吃糠咽菜，不过好在你一身正气，倒是没有人敢欺负我，我挺欣慰的。嘿，谁敢欺负你，我和他玩命睡觉，手里有钱就有了底气。”第二天一早，蔡老汉吃过早饭后，就开始在村子里转悠。柳庄是个大庄，住户约有100来家，家家户户紧挨着，村里早已没有空地。蔡老汉转悠半晌，发现没有空地，就去了村子北面。柳庄北面是一片荒地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说来也怪，那片荒地别说种庄稼，就连野草也只生狗尾草，仅此一种。这是柳庄的一大怪象，历来已久，究其原因，无人知晓。村里没地方，那就在村北面选一块地方，我看挨着柳正兄弟的那块地方就不错。蔡老汉一边走一边琢磨，随后他朝着柳正家的方向走去。柳正家住村庄最北面，他家与那片荒地之间有一块空地，虽说宽敞，但那里寸草不生。之前老宅家在那里盖过羊圈，后来挪走了，柳正就用来堆放柴火。蔡老汉背着手站在那里看了又看。此时柳正扛着锄头正巧出门，见蔡老汉站在那里发愣，柳正喊了一句：“蔡兄，你在那里做甚？选块地基盖房？你想在这里盖？村里没地方，这块地方宽敞，又挨着你家，挺好。不好，你看杂草都不长，能有啥好的？”蔡老汉瞥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咋着？不愿意和我做邻居？蔡兄，我可不敢。那就这了，一会儿你把柴火挪走，明日我叫人来挖地基。蔡总，你真在这里盖房啊？还能有假？你快点挪走。”说完，蔡老汉走了。柳正见他主意已决，不像是玩笑话，赶紧招呼妻子将柴火搬走了。午时过了，蔡老汉去了镇上，找到2个瓦匠，商议好工钱，约定明早就来柳庄开工。老婆子，地基选好了，工匠也请了，明日就开工。你真是个急脾气。嘿嘿，正值夏季，快些盖好，省得再讨水了。黄氏咯咯一笑，夫妻俩相拥，好不甜蜜。第二天一早，2位瓦匠来了，蔡老汉领着他们去了那块空地。这里正是，奇怪，怎么连杂草都没有呢？被柴火压没了啊？我头一次听说，不过感觉这里怪怪的。一位瓦匠说道：“干活别那么多话。”蔡老汉有些不耐烦，朝着瓦匠说道。2个瓦匠盖的房子多了去了，看到地基的第一眼就觉得有些不妥，但要说哪里不妥，他们说不出来，于是就唠叨了2句。听蔡老汉起了高音，瓦匠也不敢再言语，2人拿起工具就开始挖基地。哥，这人怎么这么粗鲁？他不会不给咱们工钱吧？那不能，他若是不给，我自然有办法，快干活吧。年轻瓦匠见蔡老汉脾气暴躁，担心他不给工钱，那位年长的瓦匠就劝说道。从一早干到午时，黄氏拿来了饭菜，热情招待2位瓦匠。2位瓦匠十分欣慰，放下手里的活，吃起饭来。2位兄弟好好干，等房子盖好了，我请你们去酒馆喝酒。老兄放心，包您满意。那就好。
吃过午饭，二人瓦匠又干了起来。很明显，两个人照比之前卖力了很多。挖了约有半个时辰，年轻瓦匠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哥，我好像挖到石头了。”“怎么会有石头？”年长的瓦匠边说边凑了过来，帮着年轻瓦匠一起挖。“挖不动啊，你闪开，我来挖。”那个瓦匠吐了2口唾沫，搓了搓手，用力往下挖去，可是下面却是纹丝不动，好像真有石头。“咱俩一起挖吧。”二位瓦匠一同用力挖，很快一块黑色的板子露了出来。“哥，这不是石头啊！”年长的瓦匠有经验，一看是块板子，他当即大喊起来：“老兄，你快过来！”蔡老汉正在不远处的荒地里转悠，不知在干什么，听见喊声，他赶忙走了过来。“咋了？”“老兄，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“墨迹，有话快说。”“没猜错的话，这下面应该是一个棺椁，而且是黑色的。”“放屁！你说这话丧气不？你啥意思？”蔡老汉火了，朝着瓦匠大声喊道：“老兄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！要不是棺椁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快挖！”二位瓦匠没有说话，继续往下挖。又挖了一会儿，一块黑色的棺椁板子彻底露了出来。“老兄，你自己看。”“你说的对，继续挖。”二位工匠有些害怕，虽说以前也碰到类似事情，但如此黑亮的棺椁，他们还是头一次碰见。“老兄，不能再挖了，我加钱，你们尽管挖，这钱我们不赚了，你自己挖吧。”说完，二位瓦匠收拾好东西，转身就要走。“不能亏了你俩，这些银子你俩拿着。”虽说蔡老汉是个莽夫，但他明白事理，这就是他的可点之处。蔡老汉挖到黑棺的事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开了。柳正得知此事后，从地里匆匆忙忙地跑了回来。“蔡兄，我就说这块地方不好吧，你非要在这里盖房，你看看现在咋办？之前你又没说地基下面有棺椁，现在倒是会说了，真是马后炮。蔡兄，你嘿嘿，不过你也是好心，我自然知道，可眼下该如何应对？把棺椁挖出来扔了，换个地方盖呀？哪里还有地方？再者说，我打扰到了先人，不能不管吧？我不懂，你最好问问明白人，免得得罪了先人，连累自己。这该如何是好？”正当蔡老汉为此事发愁之际，从村口来了一位乞丐。那个乞丐头发花白，破衣烂衫，本是来村里讨饭的。老乞丐听闻村北挖到了黑棺，他脸色大变，急匆匆地跑到了村北，来到柳正家后面。“老弟，听我一言，别破坏那个黑棺。”老乞丐神情凝重地说道。蔡老汉扭过头一看，发现说话之人是一个陌生的乞丐。他上下打量了乞丐一番，却发现那个乞丐与众不同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仙气。他不敢怠慢，赶忙拱手说道：“老哥不是本村人，你我萍水相逢，还望老哥能指条明路。”“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听我一句劝，将黑棺厚葬，这样对你和家人都好，千万不要破坏黑棺啊！”老乞丐说道。“您知道这黑棺的来历？”“老朽不知晓，但此地不生杂草，必与这黑棺有关。你若是破坏它，弄不好会给你带来灾祸。你若是厚葬它，对你必将是一件好事啊！老哥言之有理，那就听老哥的，厚葬黑棺，善有善报，你会体会到的。还有，依我看，此处并非这一口黑棺，前面的荒地下面应该还有。不过这只是老朽的猜测，你们千万不要去打扰他们呐。”老乞丐的话让蔡老汉吃惊不已，这里不生庄稼，只有狗尾草，这是柳庄的怪事，难道真如老乞丐所说，下面还有黑棺不成？厚葬黑棺？老乞丐说完后，转身就要走。蔡老汉赶忙走过去，
拦住老乞丐：“老哥，请到我家中吃些东西再走，不叨扰了。”“无妨，快随我来。”蔡老汉带着老乞丐回到了家。黄氏得知此事后，特意做了一桌子好菜。老乞丐感激不已，随后说出了实情：“老朽云游四海，处处为家，黑官之事倒不是头一次见。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保你家太平顺利。”“老哥，我记住了。”用过饭后，老乞丐起身离开。蔡老汉又回到那块地基上，他看着地基下面的黑官，不免生起敬畏之心。晚辈并非故意打扰前辈，只是我实在无处盖房，才选了这里，还望前辈能够谅解。稍后我为前辈选块宝地，亲自厚葬你们，还望前辈能保佑着我和家人。说完，蔡老汉朝着黑官拜了3拜。蔡老汉返回村中，喊来街坊四邻帮忙。之后，他请来了一位道士，选了一块宝地。街坊四邻鼎力相助，将黑官抬了出来。随后，在道士的指点之下，蔡老汉将黑官厚葬，还立了墓碑。从此之后，每到年节的时候，蔡老汉就带着贡品来跪拜，如同对待祖先一般。村里人都劝他不要在那块地基上建房，可是蔡老汉没有听。几日后，蔡老汉又请来工匠继续挖地基。历经2个月，宽敞明亮的新房盖好了。柳正看着蔡老汉的新房，打心眼里羡慕。不久之后，在乡亲们羡慕的目光之下，蔡老汉与黄氏搬进了新房。而让村里人吃惊的是，住进新房的蔡老汉和黄氏一直没有出过祸事，新房十分安宁，并无怪事发生。蔡老汉年年带着儿子去宝地里祭拜，正如老乞丐所说，厚葬黑官对蔡家果真是一件好事。后来确实也证明了老乞丐的话没有错，蔡老汉与黄氏活到了89岁，儿子儿媳平安无事，事事皆顺利。至于那片荒地为啥不生庄稼，无人得知，下面还有没有黑官，也无人去证实。蔡老汉不想去证实这些，他认为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把对先人的敬意表达到了，这已经足够。又过了些年，后主李煜降宋，被押往汴梁，柳庄易主。那片荒地被征用以开垦农田。据说荒地下面果真挖出来几十口棺椁，皆是黑色的。不过有没有发生离奇怪事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今天的第2个故事，放牛娃夜归，见嫂嫂脚穿南鞋，他悄悄扔出几块石头。天河村的王成武与妻子张氏在城里做杂工，1个月下来，夫妻俩很少回村。王成武膝下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名唤王宝金，是一个木匠，前2年娶了李美香为妻。虽说成婚已有2年，但美香的肚子却不见动静，还未给王家生下一儿半女。王成武和张氏着急抱孙子，心想着若是孙儿孙女降生，他们就回村帮着照看，不再外出打杂工了。愿望挺好，可现实却不那么美好。金子啊，美香咋还没动静啊？王成武着急了，询问道：“爹，美香说身体还没有调好，您别急，我心里有数。身体不好咋不早说？我和你娘去镇上请郎中来看看。爹，我俩的事您就别跟着操心了，我们俩会抓紧的。急死个人，若不是给你弟弟攒钱娶媳妇，我和你娘早就回家了。本想着美香你俩早些要孩子，我和你娘早点抱孙子，也能帮你们照看着。可现在，王宝金低下了头，看上去他似乎有些心事，可是并没有说什么。李美香年方19岁，家住外乡。2人的姻缘由来却有些离奇。2年前的一个秋夜，王宝金到外面做工，晚上回家时天已经黑了。
当他走在回家的荒野小路上时，突然从身边的草丛里传来女子的呼救声。王宝金吓了一愣，赶忙走了过去。此时一个女子匍匐着爬了出来。王宝金借着月光一看，原来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。那个姑娘头发蓬乱，衣服有些脏破，但掩盖不住女子的美貌。你是人还是？大晚上的，从荒郊野外的草丛里突然爬出来一个女子，这件事搁谁都会害怕，都会犯嘀咕。哥哥，我是人，从外乡来，求你救救我。言罢，女子晕了过去。姑娘，你本是秋末，夜晚的天气很凉，虽说不知道女子的来历，但眼下她已经神志不清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若是冻死了，王宝金的良心岂能过得去？算了，先带她回家吧。随后，王宝金就将女子背回了家，而这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正是李美香。哥，这是谁？不知道。啥？你不知道是谁，就敢往家里领？若是坏人咋办？一个弱女子，眼下又已经晕了，她还能害你我不成？不见得。与王宝金对话之人是他的弟弟，弟弟名唤王宝银，从小就聪明谨慎，与哥哥简直是天壤之别。王宝银比王宝金小了2岁，眼下刚满16岁。因为家境清寒，王宝银就给村里的王老爷子放牛，是个放牛娃。王宝银仔细瞧了瞧李美香，脏兮兮的脸蛋上透露着一抹红晕，再看脸蛋却十分漂亮。哥，这姑娘可是个大美人啊！你少来，一边玩去。你要干啥？你撵我走，是不是对她有非分之想？我可告诉你，她来历不明，你可千万别欺负她，小心被她报复。就你知道是吧？我可是你哥。说着，王宝金举起拳头，假意要打弟弟。王宝银嘿嘿一笑，跑到偏房去了。哥，一会儿你赶紧过来睡觉。知道了。爹娘经常不在家，兄弟俩相互照顾，感情甚好。王宝金给李美香盖好被子，就去偏房找弟弟。很快，2个人进入了梦乡。第2天一早，王家兄弟起床，却被一股浓香惊讶到了。啥味道？这么香？我去柴房看看。王宝金说完后，就跑去了柴房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李美香正在柴房里做饭。你没事了吗？我没事了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李美香低着头，脸上似乎带着一丝绯红。没事就好，宝银，快过来吃饭。气氛略显尴尬，王宝金这才喊了弟弟，算是稍稍缓解了。哟，姐姐是手艺人啊，这饭菜做得比我哥好多了。吃完饭快去放牛，别那么多话。王宝金瞥了弟弟一眼，王宝银嘿嘿一笑，坐下来吃饭。吃过饭，王宝银就去了王老爷子家里，牵着牛去了村外。王宝金吃饭向来慢，李美香再次感谢他的救命之恩，随后将自己的来历言明。据李美香说，她家在江南，本是富贵家庭出身，后来父亲做生意亏了，不仅赔光了家里的积蓄，还惹上了官司，被打入大牢，不久后被押赴刑场。母亲抑郁成疾，不久后离世。李美香在江南举目无亲，就跑来北方投靠一个远房亲戚。没想到路上遇到了2个年轻乞丐，抢走了他的盘缠不说，还对他一顿毒打。事后，李美香从乞丐手中逃了出来，跌跌撞撞跑进了树林里。她一直往前跑，直到累得不行，跌倒在草丛之中。慢慢的，她失去了知觉。等到她醒来时，天色已黑，凉风吹得她瑟瑟发抖。一天没有吃东西的李美香身子发虚，一时竟无法站起身来。她侧躺在草丛之中，留意着不远处的荒野小路，期盼着能有好心人救她一把。于是乎，就碰到了王宝金。
原来是个可怜的女子。王宝金暗暗说道。随后他朝着李美香说道：“你的远房亲戚住在哪里？我可以送你过去。我只记得是龙家湾，附近没有龙家湾啊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”我也不知道，只听母亲弥留之际说在北方有个龙家湾。好吧，我帮你打听一下，你暂且住在我家吧。多谢你了。吃过饭，王宝金离开家做工去了。李美香留在王家，做起了家务。王宝银有心计，虽说他在村外放牛，却时不时地偷偷跑回家门口，瞄一眼李美香，看看她是不是坏人。一连观察好几次，李美香并非他所想的那般。难道是我多心了？算了，先去放牛吧。王宝金四处打听，可没人知道龙家湾在哪。他联系李美香，就让李美香在家里常住了。有一日，王成武和妻子回家看望，却发现家里竟然多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，这让王成武是又惊又喜。你是谁家姑娘？怎么会在我家呢？张氏询问道。李美香再次将身份表明，又说了来时的遭遇，不禁让张氏叹息，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啊。你若是无亲可投靠，那就暂且住在我家吧。张氏见李美香长得漂亮，说话也十分有礼数，便心生好感，起了私心。多谢叔婶。李美香确实懂得礼数，不愧是富贵人家出身。当晚，张氏偷偷地将王宝金叫到屋里，说道：“你觉得李美香咋样？”娘，你问这个干嘛？那个姑娘人长得俊俏，还知礼节，眼下她孤苦无依，不如娶了她，你觉得如何？娘啊，人家那么漂亮，岂会看上我呀？您快别瞎想了，漂亮有啥用？她还不是要寄人篱下呀。你若是不好意思说，那我去跟姑娘说。说完，张氏转身就走了。美香姑娘，婶婶有些话要跟你谈一谈。您说吧。你看我家宝金怎么样？他人心眼好，善良，我觉得他挺好的。李美香说完这话，脸上泛起绯红。张氏一听，眼前一亮，他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他未娶，你未嫁，你们相互爱慕，你若不嫌弃，就做我的大儿媳妇吧。”这李美香吃了一惊，随后抿着嘴低下了头。张氏心领神会，笑着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选个好日子，让你们俩早日成婚。”李美香笑了，张氏笑呵呵地走了。半个月后，李美香嫁给了王宝金。王宝金十分疼爱美香，虽说美香出身高贵，但今非昔比，美香肯吃苦，开始试着做起农活来。王宝金十分欣慰，弟弟王宝银见嫂嫂如此，也慢慢地放心下来，不再提防他。王成武与张氏见美香如此贤惠能干，心里踏实了许多，几日后便回去做工了。王宝金依旧每天外出做木工活，弟弟王宝银依旧每天要给王老爷子放牛。美香打理着家务和地里的农活，虽说累些，但有一位疼爱自己的丈夫，一个温馨的家，李美香已经知足。可好景不长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打破了王家的宁静。王宝金与李美香成婚后不久，有一天，李美香去镇上采买，回来的路上却被人盯上了。而尾随她的人，正是之前抢走她盘缠的乞丐。那个乞丐早就认出了李美香，因垂涎李美香的美色，于是一路尾随，跟她到了家门口。因为是白天，乞丐没敢进院，偷偷地离开了。2天后的一个早上，王宝金出门前对美香说道：“东家要我赶工期，这2天我就不回家住了，有事你就喊宝银，让他帮衬着你。”“我知道了。”“你听见了吗？”“知道了，哥。”说完，王宝金带着工具带走了。王宝银却发现门外的柴火堆旁似乎有人在徘徊。“嫂嫂，
外面好像有人。谁？不知道，我刚才看见了一个人影。李美香胆子小，听闻宝银的话后，她小心翼翼地看向了院子外面。我去看看。王宝银拿着鞭子，快步走了出去。可他寻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有人在这。看见是谁了吗？没人，可能是我看错了。嫂嫂，我走了，记得把大门关紧。说完，王宝银拿着鞭子走了。李美香还是有些害怕，她将院门关紧，开始打理起家务来。王宝银走后不久，一个人影翻墙而入。此时的李美香正在打扫房间，忽然一双大手将她从背后牢牢抱住。李美香吃了一惊，转过头一看，惊叹道：“怎么是你？你快出去！来人正是那个乞丐，这回你跑不掉了吧？快些依了我，免得遭受皮肉之苦。”说着，就开始对美香上下其手。美香害怕不已，失声大叫起来。乞丐遂用双手将她嘴捂住。半个时辰过后，乞丐心满意足走了。临走时特意留下狠话：“不要报官，否则我烧了你全家，再将你的丑事说给你家人听。”李美香眼含热泪，慢慢地整理着衣服。美香被乞丐玷污，觉得自己很脏。她对不起爱她的王宝金，那种罪恶感让她有意无意地躲避着王宝金，更以身体不适为由躲避王宝金。这就是李美香肚子迟迟没有动静的原因，也是王宝金似有心事的真正原因。王宝金不知道真相，王宝银也不知道。李美香害怕失去王宝金和这个温馨的家，一直没敢告诉王宝金。而那个乞丐有恃无恐，经常来找李美香，李美香不敢反抗，任由那个乞丐摆布。而李美香的罪恶感越来越强，惧怕男人的恐惧心理也日益增强。如此过了1年，有一天，王宝金要去赶工，晚上不回来睡了。而更巧的是，王老爷子要外出办事，家里无人看守，就提前嘱咐王宝银帮忙照看着家。王宝银爽快答应下来，出门时特意跟嫂嫂说了。那晚，王宝银就决定睡在王老爷子家里，这样给牛喂草就不用来回跑了。而这些事就被那个乞丐知道了。黄昏时候，乞丐偷偷地溜进了王家，径直去了李美香的睡房。此时的王宝银躺在床上，他总觉得家里似乎有事情发生。王宝银担心嫂嫂，于是决定回家去看看。乞丐正与李美香在睡房里偷欢，王宝银打开了院门，走了进来。他见嫂嫂屋里没有亮光，就大声喊道：“嫂嫂，你在家吗？”李美香和乞丐都被吓到了，随后他穿上衣服，匆忙下地，穿着鞋走了出去。乞丐则躲在了屋门后面。“宝银，你不是住王老爷家吗？怎么回来了？”“我回来拿些东西就走。”说着，王宝银低下头就要往屋里走。可就在他低头一瞬间，却发现嫂嫂脚穿男鞋，而那双鞋并非是哥哥的。看来嫂嫂房间里有男人，我非要捉住他不可。可是我个子小，恐怕难以对付，要想个办法。原来在刚才，李美香因为害怕着急，急匆匆地下床，屋里没有点蜡烛，就随意穿了一双鞋，没想到居然将乞丐的鞋子穿了出来。王宝银假装去了偏房，拿了些东西就出来了。“我走了，嫂嫂。”王宝银走出了院门，李美香赶忙跑回了房间。“你赶紧离开我家，我求你，以后不要再来了，放过我吧。”“走可以，放过你那不可能。”乞丐再次抱住了李美香。王宝银赶紧返回院子里，他四处寻找，发现脚下有几块大石头。他心生一计，拿起石头，怕被屋内人发现，就悄悄扔向了邻居家里。“叮当，谁呀？”王宝银并没有停手，他再次拿起石头，悄悄地扔向了邻居家里。“是谁？”
邻居老张气汹汹地跑了出来，王宝银隔着墙头小声说道：“张叔，你快过来，我家进贼了。”老张一看是宝银在求救，拿起木棒一边走一边呼喊左邻右舍。街坊四邻听见喊声，都拿着棍棒跑了出来，一下子就将王家给围住了。乞丐听见外面有声音，赶忙穿衣服，而此时的王宝银带着街坊四邻闯了进来。李美香赶忙遮挡自己，下床跪地求饶。乞丐自知难逃，也跪倒在地求饶起来：“嫂嫂，枉费我家如此厚待你，你居然做出这等丑事，这是寒了我哥的一片真心。宝银，你听我说，去衙门说吧。”“不要啊！”乞丐害怕了，一个劲的求饶。在街坊四邻的帮助下，李美香和乞丐被带到了衙门。王宝金得知此事后，也赶到了衙门。第二天，县令开堂问案，李美香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随后，乞丐将抢盘缠、威逼玷污李美香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县令闻言后勃然大怒，遂派人将另外那名乞丐缉拿归案。之后，县令下令杖打乞丐各50大板，被发配边疆去了。后来，据说2个乞丐死在了半路上。李美香并非主观出强，县令同情她，但毕竟做出了伤风败俗之事。为整治风气，还是下令打了他30大板。王宝金，李美香如此这般对你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县令问道。美香是被坏人胁迫，才会做出对我不忠之事。我给他一次机会，还请大人开恩，不要再责罚他了。好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！既然这样，本官就不再追究。不过，李美香，你要听好，若是再敢做出不忠的事情，本官绝不轻饶你。多谢大人。王宝金跪地感谢，李美香痛哭不已。王宝金怜惜她，遂揽着李美香回了家。哥，你不后悔吗？你还小，有些事情你不懂，等你长大了，或许就明白哥的用意了。王家人选择了原谅，这让李美香又是悔恨，又是感激。从此之后，李美香勤勤恳恳地打理着家里家外的一切事务，对待公公婆婆如同亲爹亲娘一般。隔年，李美香产下一子，王家人乐开了花。李美香相夫教子，照顾着公婆。后来，王宝银娶了媳妇，爹娘不再外出，留在家中照看孙儿孙女，一家人过得十分温馨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铁匠回家，见美妇站在河边要寻短见，他从后面抱住了她。往三家住临北县的一个小村庄，爹娘早逝，靠着大叔父抚养成人。大叔父名唤莽胜，是一位手艺精湛的铁匠。依着县城的北面，莽胜在那里开了一家铁匠铺子。因为人正直憨厚，10里8村的乡民们都很敬佩他，都愿意到他的店铺里打制铁器，生意还算红火。莽34岁那年，开始跟着大叔父学习铁匠手艺。莽胜见他勤劳肯干，遂将自己的打铁手艺尽数传授给了莽三。莽三感激大叔父，他暗下决心，努力赚钱，此生必不会辜负大叔父的养育和栽培之恩。不过，莽胜十分疼爱他，平日里只是让他打下手，从不让他干累活。父子2人齐力打铁，生意是越做越好。莽三到了18岁，有一天晚上，莽胜与妻子张氏闲聊，无意间说起了莽三的婚事。侄子已满18岁，得给他物色个姑娘了。是啊，真快，一转眼这孩子就18岁了。咱手里有些积蓄，小茹毕竟是闺女，成亲用不了多少银子，家里的积蓄就都给莽三盖房，娶媳妇吧。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了算，我支持你。那就这么定了，赶明你寻个媒婆，带上些赏钱，让媒婆给用点心。行，明天早上没啥事，
我去马家村找吴姐，她可是有名的媒婆。好，夫妻俩商议完毕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一早，莽胜和莽三一同走出家门，朝着铁匠铺子走去。张氏简单地收拾了下家务，朝着小茹说道：“你看家，别出去，我去办点事，一会就回来。”知道了，娘。小茹年方16岁，是莽胜的独生女，生得乖巧，模样俊俏。虽说是普通人家出身，但平日里却深闺简出，是个大家闺秀。平日里，她除却读书，就是古道刺绣，所以张氏方才的那句嘱咐，其实是多余。或许这就是母亲对女儿的关爱吧。再说张氏徒步15里，来到马家村，他擦了擦汗，朝着吴姐家里走去。走了一会儿，张氏瞧见一户人家的大门口挤满了人，那些人都朝着院子里张望，有的人还在指指点点。张氏有些好奇，于是也围了过去。走近后，就听见院子里传来年轻女子的哭嚎声：“娘，我求求你，莫要再打我了！呜呜，干活偷懒，还不做饭，我们马家娶了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我不打你，难道还宠着你不成？”一个年老的妇人正揪着年轻女子的脖领子，一边咆哮一边抽打着。“江大姐，手下留情，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儿媳妇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如此打骂呢？你看看，街坊四邻都围过来了，别让大家看了笑话呀。”“是啊，江大姐，又没有啥深仇大恨，你可别给儿媳妇打坏了，快收手吧，大家都看着呢。”门外2位中年妇女纷纷劝说着老妇人：“娘，求求你，你别打宝莲了。”老妇人身边站着一位年轻男子，他小声说道：“都是你惯的，哼！以后他若还是这样，我还要打他。”在众人劝说之下，老妇人终于停手了。男子看了看坐在地上的年轻女子，啥也没说，却扶着老妇人进屋去了。围观的群众也慢慢地散开了。张氏聪明，听得也清晰，不用多说，肯定是儿媳妇不好，惹怒了婆婆，遭到了婆婆的打骂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哎。张氏摇了摇头，继续朝着吴大姐家里走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张氏敲响了吴姐家的房门。“少请。”门打开了。“哟，这不是张妹妹吗？你咋来了呢？”“吴姐，多日不见，妹妹甚是挂念你呀。”“呵呵，快些进来。”姐妹俩寒暄了几句，张氏遂说出了此行的目的。“吴姐，你也知道，莽三从小没了爹娘，我和夫君将他拉扯大，眼下他已经18岁了，我俩就想托您给莽三物色个好姑娘。”张氏一边说，一边掏出碎银，塞给了吴姐。吴姐喜笑开颜，接过银子后，乐呵呵地说道：“哎呀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没想到莽三都已经18岁了。妹妹，你大可放心，就冲咱俩的交情，我说啥也要给莽三找个好姑娘，你就听我的好消息吧。”说完，吴姐又乐了起来。“那就有劳吴姐姐了，我还有个事。”“张妹妹，你说。”“小茹今年16岁了，也快到了婚嫁之年，你先给物色着，有好小伙子你要给小茹留着呀。”“没得说，张妹妹你放心，他俩的婚事就包在我身上了。”正是言罢，二人闲聊起来。张氏就将刚才的所见所闻说给了吴姐。吴姐听闻后是唉声叹气：“妹妹，你有所不知啊。”于是吴姐就将那户人家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原来那户人家姓马，老妇人姓江，是被打年轻女子的婆婆。此人生性恶毒、刁钻，爱挑是非，经常打骂儿媳妇。儿媳妇名唤郑宝莲，年约20岁，家住邻村，从小父母双亡，由其祖母带大。后来郑宝莲经人介绍，认识了现任丈夫马谦。
郑宝莲从小缺少父母亲的爱，嫁入马家后，她将公公、婆婆视为亲爹亲娘。马迁外出干活，郑宝莲就守在家里，无微不至地照顾公公婆婆。本以为自己有家了，会有家的温暖，丈夫的宠幸，爹娘的关爱，可没想到婚后不久，婆婆就开始打骂郑宝莲，而丈夫却不敢为她出头，从来不替郑宝莲说情。出身孤苦的郑宝莲伤心欲绝，每每遭到婆婆打骂后，郑宝莲就将自己关在睡房里，哭上一夜。她想爹娘，更想祖母。有看官会问了，难道郑宝莲真的如婆婆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吗？真相并非如此。郑宝莲本就出身贫苦人家，爹娘没得早，由祖父祖母抚养长大。6岁那年，祖父过世，整个家就留下了祖母和郑宝莲相依为命。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郑宝莲便是如此。从小时候起，郑宝莲就经常跟在祖母的身后转悠，帮着祖母做些家务。后来祖父过世，家里家外就全靠着祖母一个人打理。郑宝莲心疼祖母，就学着做菜，跟着祖母下地干活。再后来，祖母年纪大了，家里的农田就靠着郑宝莲一个人打理。如此勤劳懂事的郑宝莲，满眼都是活，她岂会偷懒，岂会不做饭？事实的真相就是婆婆江氏嫌弃郑宝莲出身低贱，又没爹没娘，再加上她本来就是个爱挑事的恶毒妇人。一来二去，江氏见郑宝莲老实本分，就越来越变本加厉。更可气的是，马迁居然是个愚孝子，对爹娘的话唯命是从。即便他知晓是母亲在故意刁难妻子，但是他却从来不敢为妻子撑腰。郑宝莲受尽了打骂，但却不敢回娘家，他担心身上的伤会被祖母看见，他不想祖母为自己担心。宝莲这个姑娘是难得的好闺女，全村人都知道。只怪她命不好，遇到江氏那样的婆婆，若是丈夫对她好一些，她也不至于如此悲惨啊。吴姐叹声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张氏似乎在发愣，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吴姐，我还有些事，我先告辞。莽三和小茹的事就有劳吴姐了。”说完，张氏起身离开。吴姐留她中午在家里吃饭，张氏自知是客套话，笑着婉拒了。一路上，她脑海里一直浮现着郑宝莲挨打的场景，她不禁摇了摇头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此话一点不假。只是可惜了郑宝莲，多好的一个姑娘啊！张氏正朝着家里走着，此时的小茹站起身来，朝着窗外看了几眼，快5时了，娘怎么还没有回来？小茹放下手里的刺绣，打开房门走了出来。她走到大门外，远远地看着村口的方向。而此时的莽三和莽胜正热火朝天地打制铁器。三呐，肚子饿了吗？不饿。好，那咱俩稍后再吃饭。好。原来今早刚开店门，镇上的陈老头就跑来了。莽胜啊，你今日给我打制50把锄头，我急用。多少把？50啊。你怎么用这么多？太多了吧？按人头打制的，你们爷俩紧点手，今天务必给我送过来呀。这是定金。说着，陈老头掏出银子放在了柜子上。陈兄，钱不着急给。虽说咱们是熟人，但不能坏了规矩，我先告辞了。说完，陈老头拱了拱手，笑着离开了。三啊，50把锄头可不是小数目啊，咱爷俩抓紧干，要不来不及了。知道了。父子俩从早上开门到5时，一直没闲着，加之期间还有些零星小活，忙得父子俩都顾不上吃午饭了。叔父，你先去吃饭，我不饿，再干一会儿。你年纪小，快去吃饭吧，一会你来替我。
虽说忙得焦头烂额，但是父子俩相互疼爱，这样的画面倒是十分温馨。一直忙活到天黑下来，50把锄头终于打制好了。叔父，你回去吧，这些锄头我给陈老爷送过去。莽圣单手撑了撑后腰，只觉得阵阵酸痛。他看了看外面的天，说道：“今天我确实累了，好吧，那就你送一趟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“不用，您趁着天还没黑透，赶紧回家，要不然我俩都晚回去，叔母肯定会担心的。”莽圣听闻此话，觉得也有道理，说道：“你真了解叔母，那好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记住，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。”“我知道，您放心。”说完，莽三推着小车就离开了铁匠铺子，朝着陈老爷家走去了。莽圣简单收拾了店铺，不久后关了店门回家去了。“哎呦，有劳小兄弟了。莽圣兄弟果然守信用啊，多谢多谢了。您客气了，请清点一下，没问题的话我就回去了。”“没问题，小兄弟快回去吧，替我谢谢你叔父啊。这是余下的银子，你拿好。陈老爷，那我就告辞了。”莽三拱了拱手，接过银子走了。到了铁匠铺前，莽三将小推车放下，也朝着家里走去。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，一抹弯月高挂空中。平日里他与叔父也经常晚归，走夜路倒也是经常的事。不过独自走夜路对他来说还是头一次。此时路上没有行人，莽三看着前方的荒野，不禁有些害怕。他加快了脚步，想着能早些回到家。走了约有一半的路，莽三走到马家村附近。他抬头看了看天，将口袋里的银子往里面塞了塞，加快速度朝着家里走去。可他刚走了不一会儿，就发现前面的大河边上似乎站着一个人。莽三揉了揉眼睛，再次看去，河边确实有一个人。这么晚了，谁会在大河边上呢？所谓好奇害死猫，何况莽三刚刚18岁，好奇心驱使他要走过去看一看。他没有呼喊，朝着那个人走了过去。走近后，他借着月光一看，发现是一名身穿灰色衣服的女子，只不过那个女子背对着他。莽三仔细一看，发现那个女子长发及腰，身材窈窕，晚风袭来，吹得女子的秀发飘逸起来。好漂亮的女子！莽三不由得感叹道。就在此时，女子却突然哭了起来。莽三有些吃惊，可是女子越哭越伤心，随即脱掉了鞋子，慢慢地朝着大河里面走去。她怎么走河里去了？难不成她要寻短见？不行，我要拦住她！女子的异常举动有蹊跷，引起了莽三的注意。若是女子真的寻短见，岂有不救之理？莽三怕被女子发现，担心女子受惊吓后做傻事，他偷偷地靠近女子。此时晚风吹动着芦苇和杂草，女子又是在哭泣，她并没有发现莽三在向自己靠近。爹娘，我想你们，我这就来找你们。说着，女子走入了河中。莽三见势不妙，快走几步，他悄悄地抱住了她。哎呀，你是谁？女子吓了一跳，转头一看，抱住她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。莽三见到女子的正脸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好美的脸蛋呐！没错，此女正是郑宝莲。因为受尽婆婆的欺辱，丈夫的冷漠，郑宝莲心灰意冷，决定寻短见。不成想，却被莽三无意撞见了。郑宝莲虽说出身孤苦，但模样长得十分俊俏，称她为美妇人，一点都不为过。只可惜她没有嫁对人。莽三并非花痴，也并非轻佻之辈，只是被郑宝莲那张清纯、楚楚可怜的脸庞深深地吸引住了。放开我！你到底是谁？郑宝莲惊慌地喊道。莽三没有说话，抱着她拉回了岸边。姑娘，
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救你，别无他意呀。哪有你这样救人的？郑宝莲十分羞愧，不敢正视莽三。莽三方才为了救他，是从后面抱住了他，腰部怕是被莽三触摸到了。在古代来说，这可是男女之间的大忌讳呀。美妇郑宝莲羞愧难当，莽三像傻小子一样愣在原地。你住哪里？我送你回家吧。我没有家，你走吧。我若是走了，你还会寻短见，我不能走，我要保护你。你保护我？为啥？我叔母说过，男子汉要顶天立地，要有担当，要懂得保护女孩子，不能做见死不救的人。你叔母说的。那你爹娘呢？我小的时候，爹娘就没了。此言一出，如同雷击一样，触动到郑宝莲内心里最弱软的那块地方，两行热泪随即流了下来。我也是，咱俩一样。郑宝莲小声说道。莽三瞪大眼睛看着郑宝莲，两个身世一样的人，机缘巧合之下凑到了一起，这种凄苦的共鸣瞬间拉近了两个年轻人的距离。二人席地而坐，郑宝莲将自己的凄苦遭遇说了出来，听得莽三直咬牙跺脚。郑宝莲被莽三的坦率、正直、热情所吸引，当然还有莽三的帅气脸蛋。莽三被眼前女子的美貌所吸引，听闻她的遭遇后，他更加怜惜郑宝莲。我叫莽三，家住前面的小村子里，你若有事就来找我。我叫郑宝莲，夫家在马家村。只是，我回家了，今晚谢谢你。说完，郑宝莲匆匆忙忙地走了。莽三看得出神，随后也回家了。此后几日，莽三多次经过那条河，并没有再见到过郑宝莲。过了约有10日，这天晚上，莽胜家的大门被敲响了。叔母张氏穿好衣服走了出去，打开门一看，却发现门外站着一个头发凌乱、满头大汗的陌生女子。婶婶，我找莽三，请你们救救我。你是谁？张氏一边问一边回想，却发现此女甚是熟悉，却一时想不起名字。我叫郑宝莲，夫家住马家村。郑宝莲3个字如同五雷轰顶一般，张氏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善良柔弱的女子。原来是你，快些进来。张氏将她请进屋来。叔父，莽三从房间走了出来。郑宝莲，莽三吃惊地说道。郑宝莲一下子哭了出来，扑进了莽三的怀中。张氏和莽胜看到此景，是一脸的惊讶，这是哪跟哪呀？原来今日郑宝莲下地干农活，回家时晚了一些，姜氏嫌弃她做饭晚了，遂对她又是一顿打骂。而丈夫马谦一如既往地愣在一旁，心如死灰的郑宝莲再也忍受不住，于是挣脱姜氏的毒手。他跑到大河边上，想要寻短见，可是想起了莽三好心施救自己的一幕，又想起了尚在人世的祖母，于是他内心燃起了重生的星火，带着最后一丝希望，跑向莽三家里。这个姜氏真是欺人太甚，哪有这样对待儿媳妇的？莽胜气愤地说道。张氏微微一笑，他似乎看出了什么，笑着说道：姑娘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婶婶，我要离开马家，求你们救救我。说完，郑宝莲跪倒在地，张氏赶忙将她扶了起来。我们与你非亲非故，况且你是有夫之妇，我们哪有救你之理呀？张氏说道。沉寂片刻，莽三开口说话了：叔母，我愿意娶她，求叔父叔母救救她。啊？这莽胜吃了一惊，不过张氏倒不觉得惊讶。你喜欢莽三？是，郑宝莲回答道。张氏沉思片刻，说道：我只能给你出招，剩下的就要靠你自己了。婶婶有何办法？去衙门告马家，李县令是清廉父母官，他必会为你做主。多谢指点，那今晚天色已晚，
你暂且住在我家吧。”郑宝莲感激不尽，又到跪地拜谢。张氏眼疾手快，扶他起来去了厢房。夫人，此事你如何看待？莽圣觉得不妥，毕竟郑宝莲是有家室的人，他担心名声不好，害怕侄子会吃亏。郑宝莲是个好姑娘，她的为人我清楚得很。你不要那么老套，只要他们俩幸福，有些事情无需斤斤计较。莽圣轻点一下头，没有说什么。很快他们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一早，郑宝莲写了状书，到衙门告状去了。李县令果然是个廉明的好官，看过郑宝莲的诉状后，李县令当即派人前去马家村调查。这一打听，事实果真与郑宝莲所说的一模一样。李县令怒了，随后将姜氏、马谦带上公堂。公堂之上，面对清廉的李县令，恶毒的姜氏自知理亏，他颤抖着身子说出了自己如何打骂郑宝莲的事实。县令极为恼火，姜氏害怕不已，开始跪地求饶。李县令要为郑宝莲做主，为他证明，也要铲除这股歪风邪气。他先是将姜氏、马谦拉下去，各打30大板，随后又下令撕毁了郑宝莲与马谦的婚书。郑宝莲终于脱离了马家，脱离了苦海。姜氏和马谦回到家中养伤，不过姜氏因为年迈，没禁住30个板子，回家不久后就去世了。姜氏出殡那日，只有3-2两的村民前去吊唁，门庭十分冷清。马谦是个愚孝子，自从与郑宝莲离婚后，就再也没有娶到媳妇。郑宝莲回到祖母家，照顾着祖母。半个月后，吴姐亲自做媒，给莽三和郑宝莲做保。又过半个月，莽三风风光光地将郑宝莲娶进了家门。张氏乐得合不拢嘴，这个宝贝终于被莽家捡到了。婚后的郑宝莲十分勤快，果真如吴姐所说，是个打理家务的能手，地里的农活也会干，这让莽圣十分吃惊。张氏十分欣慰，莽三对郑宝莲是格外疼爱，莽家对他如同亲人，如此天壤之别的对待，让郑宝莲十分感激。他终于找到了家的温暖。第2年，郑宝莲生下了一个胖小子，莽家人乐开了花。莽三和郑宝莲恩爱一生，日子过得十分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